小姑娘明明才5岁，却一天只给1碗饭，而且只要活干少了，就会成天挨饿。你个赔钱货，大清早的躺在门口干啥呢？挑个水都能洒一身，你说你还能干点啥？快起来，让人看见以为是我虐待你。宝丫红着眼睛不敢哭，只因3岁那年被打，哭了出来，结果多挨了一顿揍。婶子，饭活儿都没干完，还想吃饭？周翠花，你这就过了。就是宝丫才多大呀，你就让她干活？你看看孩子这一身都是水，4、5岁的小姑娘就让挑2桶水。周翠花，你心可真黑。我呸！孙氏，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让他干活，那是因为他吃得多。他一个孩子顶个大人吃，我干活谁养得起啊？他一个小孩子能吃多少？你这恶妇也太抠了吧！我靠，他一顿饭就要吃3碗，3碗啊，点我家老爷们的饭量了。反正我们家是养不起了，你们不是看他可怜吗？谁爱养谁养吧。围观的村民听到要养宝丫也都不说话了。一个小娃娃一顿3碗饭，他们都不太信。不过如今大荒年，存的口粮都还不够自家吃，再多养一个娃娃谁都不愿意。这帮怂孙子嘴上说的好听，真让他们养，还不是谁也不乐意。翠花姐，要不宝丫我养吧。小宝丫全坐在台阶上，抬起头，人群里一个矮小的瘸腿女人慢慢走了出来。翠花姐，你要真不要宝丫了，给我养吧，反正我也没有孩子。周翠花看傻子一样看着这女人，原来是云家老三的媳妇，听说是早些年被云家从镇子上捡回来的，回来之后就一直病歪歪的，也没有生养，难怪会动了想养宝丫的念头。行啊，你老三家的，你要养，你现在就领走。但是原先宝丫家的2亩地，你可就别想了。宝丫能吃2亩地年产的粮食，估计都还不够她吃的。这就是睁瞎眼瞎掰。宝丫一个5岁的孩子，再能吃，1年也吃不光2亩地的粮。何春秀倒是没想什么田地不田地的，他就是看宝丫可怜，自己又没孩子，倒不如抱回家去，好好养，也算是积德了。成，那今儿个大家伙在这的，求大家伙给做个见证，宝丫我今儿领走了，往后他过得怎么样，可都跟你周翠花跟陈家没半吊钱关系了。那就说妥了。周翠花瞥了一眼全坐在地上的小宝丫，一脸的嫌弃，赶紧领走，这死丫头能吃，我可是把话说在前头了，到时候你不想养了，我可不接受。何春秀看着台阶上的小姑娘，眼圈红红的，可怜巴巴的眼神，心里一阵难过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就是出去讨饭，也不会让宝丫饿肚子。他说完，就一瘸一拐地走到小姑娘面前，费力地蹲了下来。刚才只顾着跟周翠花理论，他都没问问小姑娘愿不愿意跟他走。好孩子，没事了，跟娘回家去。小宝丫一个劲儿点头，有人愿意要他了，他有娘了。他想开口叫声娘，一张嘴，2颗小石头咕噜噜滚了出来。何春秀吓了一跳，倚着墙把他抱起来。傻丫头，你吃石头子干啥？这玩意儿可不能吃。宝丫饿，周婶子不给饭吃。这周翠花也忒不是人了，这么小的孩子不管饭，饿的只能去吃石头。何春秀把眼泪憋回去，在身上摸了半天，掏出来一块干馒头，还是他昨天下地时候带着吃剩下的。先吃这个，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。宝丫接过干馒头，暗屋就是一大口，嚼都没怎么嚼就吞了下去。慢点吃，慢点吃呀，没人跟你抢。有娘真好，娘，我有娘了。真是傻丫头。围观的村民都散去了，周翠花也进了屋。何春秀原本是要去孙婶子家换点鸡蛋的，这下半路捡了个闺女，就直接折了回去。怎么办？我把人领回来了，万一婆婆不乐意，可咋办？管他呢，反正人领回来了，我就不会再送回去。赵芝兰要真不要宝丫，我就豁出去了，带着宝丫分家过。三婶，哈丫、月丫，这是宝丫，以后就是你们妹妹了。春秀，你咋把这丫头带回来了？周翠花把人赶出来了，我看她可怜，就领回来了。你早上饭吃顶了吧？咱家啥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还弄一个张嘴的回来，也不怕娘骂你？那我也不能看着她不管。大嫂，你进屋歇着吧，我去给孩子做点饭吃。小孩子想疯了吧？我看等会儿娘回来又有的吵。宝丫被放在小凳子上，乖乖巧巧地坐着，睁大眼睛望着面前2个跟她差不多大的小姑娘，一动也不敢动。你叫宝丫，你是老陈家的吧？周婶子不要我了，娘要我。黑黢黢的小手捏着豆荚就要流口水，她直接放进嘴里嚼了2口，又生又涩，一点都不好吃。宝丫妹妹，这豆子是生的，得剥了煮熟了才能吃，
姐，这丫头怎么有点傻乎乎的？月丫，宝丫比你还小呢，你别这么说。云花嗔怪了一声，从兜里掏了颗糖塞进宝丫手里。宝丫，来吃糖，甜的。宝丫看着云花手里的白乎乎的小方块，怯生生看了他一眼，不敢接，只因他在陈家拿手指头蘸了一点白糖吃，结果被周翠花发现，又是一顿好打。吃吧，既然三婶把你带回来了，那你就是我们云家人了，就是我妹妹。宝丫小手心托着糖块，还是不敢动。云花就又掏出一块糖递给坐在对面的云月，云月毫不客气接了。你看，月丫也吃了，吃吧，不碍事。宝丫一双晶亮的眼睛看着云月，一口就把糖吃了，咽了下口水。她太饿了，从昨儿个到现在，就刚才路上吃了一块他娘给的干馒头，见月丫吃了，没挨骂也没挨打，她才一口把糖塞进嘴里。真的好甜呀！她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大一块糖。谢谢三姐姐、四姐姐，真乖。乖什么？就知道吃。吃吧，要是不够，回头娘再给你做。宝丫看着这一大碗饭，肚子先叫了起来。她可真能吃。宝丫小脸蛋就羞红了，她也不想这么能吃的，可是她真的好饿，肚子可难受了。月丫，饱你的豆子，宝丫饿了好几天了，吃多点怎么了？何春秀在宝丫旁边坐下，满脸怜爱地看着她大口大口扒饭。门口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还夹带着几个人说话的声音。明，你今儿咋这么舍得花钱了？咱好不容易去一趟镇里，你就买了10个肉包子。你懂个啥？这包子我买家来了，他就有人吃。赵芝兰的大嗓门一嗓子就把躲在西屋的王彩莲给喊了出来。婆婆回来了，我倒要看看，等会儿你那个不长脑瓜仁的怎么来？赵芝兰一进门就看到了宝丫，看着那小不点抱着个比她脸还大的花瓷碗扒饭，吃的那叫一个香，眼珠子都瞪圆了。小姑娘明明才5岁，每天却要吃4顿饭，一顿要吃8大碗，旁边老太太都看呆了。只因小姑娘好几天没吃饭，被好心人收留才了吃一顿饱饭。瞧着吧，这就要开骂了。赵芝兰啪嗒一声，手里的东西都直接扔在了地上，3步并作2步冲过去，一把就将正在埋头扒饭的宝丫抱了起来。哎呦，奶的大宝贝儿哟，快让奶看看，这是饿坏了吧？咋就拿这破菜叶子炒干饭呢？家里没鸡蛋了吗？咋地？婆婆这是中邪了吗？何春秀也被赵芝兰这样子吓了一跳。娘，今儿早上我是要去换鸡蛋的，这不正碰见周翠花把宝丫赶出来，我就光忙着争孩子了。嗨，那等会儿你再去换一趟。老二媳妇，你还傻站着干啥？把我买那包子拿出来呀！没看见宝丫正饿着呢。李荣月瞧见了，他就瞧见桌子上一个大空碗，比宝丫那张黑漆漆的小脸还大，还真是个能吃的。他把赵芝兰买的那袋子包子拿出来，给宝丫放在跟前。吃吧，宝丫，这是你奶给你买的，一共10个呢，管够。李荣月是个实诚人，宝丫在陈家受虐待，他也知道，虽然家里添了一张嘴，可能往后日子会不好过，但是这苦命孩子能脱离苦海，他也是高兴的。谢谢奶，谢谢二伯娘，也谢谢姐姐们，你们都对我真好。宝丫是真心想谢他们，因为要不是他娘肯将他领回来，他不会有这么多喜欢他爱他的家人，他可能还在陈家挑水干活，肚子。快吃吧，我们宝丫真是又乖巧又懂事。奶吃，奶不吃，奶不饿，宝丫吃。见赵芝兰坚持，宝丫没法，可是这一大圈的人围着他，就看着他一个人吃肉包子，他吃不下去，于是就举着包子挨个挨个的问。问完赵芝兰问他娘，问大伯娘，问二伯娘，问2个姐姐，赵芝兰都没吃，其他人哪敢吃，所有人都没接，宝丫就愁了。那宝丫吃1个就够了，剩下的给奶和伯伯、伯娘还有哥哥姐姐们吃。吃完了肉包子，宝丫其实还没饱，但是她没再吱声。一大碗炒干饭，1个大肉包子，已经不少了。她知道云家其实也不富裕，她能吃个8成饱已经很好了，不能贪嘴。奶，我吃饱了。真饱了，你可别骗奶，咱家饭可是管饱。那周翠花天天四处嚷嚷着宝丫能吃，魔着里正给她发补贴，张口闭口宝丫能吃3碗饭。赵芝兰怕孩子不够吃，这才大早上就出去镇上，一口气买了10个包子。真的？赵芝兰见宝丫眼睛亮晶晶的，不像是假。赵芝兰信了，牵着她的小手往院里去。春秀烧点水，宝丫这也太脏了，我给她洗洗。洗干净的宝丫其实也是白白净净的，一双眼睛圆溜溜的，特别有灵气。
像菩萨身边的小仙童。赵芝兰怎么看怎么满意。她昨儿个晚上做了个怪梦，梦见一个浑身金光闪闪、头上长角的神兽往她家里来了，来到她家门口就变成个小姑娘，跟宝丫一个样。周翠花那个傻婆子，这宝丫分明是送财送福的瑞兽投胎的，她还成天又打又骂的，虐待孩子。晚上吃饭时候，云家三个儿子也从外面干活回来了，都是一个村的。何春秀领走宝丫的事情，云家三个顶梁柱自然也早就知道了。这回好了，你跟弟妹也算是有个娃了。可不是，虽说是能吃了点，但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？能吃是福。大哥二哥你们就知道取笑我。云三郎刚回到家就看到了宝丫，那小小的软乎乎的一小团，眼睛就亮了。多喜人的小丫头，我终于也有闺女了。云三郎是个大老粗，头一回见宝丫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好，在口袋里翻了半天就翻出来2文铜钱。宝丫，头一回见，爹也没啥好给你的，就这俩铜钱给你买糖吃。宝丫看着手心里2枚铜钱，转头看了看旁边的赵芝兰，拿着吧，你爹给你的。谢谢爹爹。小嗓音奶奶甜甜的，云三郎心都化了，抬手轻轻扯扯宝丫头上2个小揪揪，傻呵呵的笑。旁边云大郎和云二郎也跟着笑。你就是宝丫，我叫云成路，排行老2，你得叫我二哥。二哥哥，真乖，哥哥明天带你上山摘野葡萄吃，可甜了。好呀，那我早早儿就起。干啥去？你小子就知道带着妹妹满处淘气。云成路根本不怕他，嘻嘻哈哈一番，朝宝丫偷偷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2人明天早上悄摸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还没亮，宝丫就醒了，她自己穿好衣裳出门去。何春秀在做一家人的早饭。你来干啥？这才几更天，也不多睡会儿。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我睡不着了，二哥说今天带我上山摘葡萄，我怕起晚了。其实是他已经习惯了，在陈家时候，宝丫每天都是陈家第一个起来的，因为他得起来给一家人做饭。那也该多睡会，你二哥醒了，娘在喊你。宝丫听完何春秀说的话，也不敢回去继续睡，只好站在门口，一边等他，一边跟何春秀说话。不一会儿，云成路也醒了，拿着路上吃。成路别带宝丫往山里走太深，回头让狼羔子叼了去。哎呀，知道了三婶，我奶那头，你给我兜着点，我跟宝丫一会儿就回。云成路抱着宝丫沿着小道上山，清晨的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。宝丫看着山路2旁光秃秃全是石头，脚下的路也很难走，就挣脱了2下想要下地。老实点，不然二哥就把你丢下去。二哥，你把我放下去吧，我自己会走。宝丫在陈家的时候就从来没有人抱过她，而且她吃的这么多，怕二哥抱不动。你怕我累啊？就你这几两肉，二哥能抱着你绕山跑1圈。那二哥可真厉害。那可不，走，二哥带你找野葡萄去。2个人沿着山路一边说说笑笑，一边在石头缝里找野葡萄，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远远的坠了个小尾巴。宝丫那饭桶这才刚到云家，就把云成路那臭小子收买了。云成路和宝丫逛了半天，啥都没采着。瞧着云成路有点沮丧的样子，宝丫摇摇小手指头，朝旁边一条不起眼的小路指了指。二哥，要不然咱们走这边看看吧。不知为何，他隐隐有一种预感，这条路上肯定有东西。成，那咱们就走这条路。他说着就抱着宝丫拐了过去。二哥，你看那个是什么？云成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一块光秃秃的大石头下面有一小颗野葡萄秧，葡萄秧不大，但是上面挂的满满的都是紫乎乎的野葡萄。哇！宝丫晃着小脚丫，挣开云成路的怀抱，跑了过去。宝丫小心地把上面的野葡萄一串串摘下来，足足有4串。宝丫自己留下1串，又递给云成路1串。二哥，给你。云成路就着他的手一把将那串野葡萄整个吞了。真甜，我们宝丫真厉害啊，一下子就找到了。哈哈，还是二哥厉害，要不是二哥带宝丫来，宝丫也找不到。我们把这2串带回去给3姐姐和4姐姐吃吧。好啊。宝丫和云成路找到了野葡萄，见日头已经升了起来，就打算回去了。哪知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宝丫和云成路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看见一头竖着犄角的野山羊朝他们撞了过来。宝丫在身边带好了，别下来。小宝丫见那野山羊朝云成路撞过去，眼圈都红了，捏紧了小拳头，朝那野山羊大喊：不许你伤害二哥！只羊明明很聪明，
却一头撞在了石头上，去见了他太奶。只因小姑娘是个小福星，不想让她哥哥受伤，那么不幸的只能是这只山羊了。云城路看着去见太奶的野山羊，也是捏了一把汗。他把宝丫从石头上抱下来，见小丫头脸色苍白，正想安慰她一下，就看到野山羊撞的石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裂开。宝丫快跑！把宝丫往外面推，自己却被上面滚落的石头给埋在了底下。二哥，宝丫吓坏了，眼泪哗啦哗啦的往下掉。一旁躲在暗处的陈小娟也吓坏了，她刚才还说宝丫运气好，这不转眼人就被埋在石头下了。完了，云家二小姐的命恐怕是要没了。陈小娟双腿直打颤，缓了一会儿才站起来，然后撒丫子就往山下跑去。刚进村，就看见大嘴巴王氏正要下地，他扯着嗓子就喊了起来：“王婶子，不好了，云家二小子出事了！”咋地了，丫头你慢慢说。王氏平时最能八卦，这一下顿时来了兴趣。我看见宝丫那个灾星，害得云家二哥哥被埋在大石头底下了。哎呦，那可不得了了！王氏一拍大腿，地也不下了，扭头就往村里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不得了了，宝丫那小灾星，可得云家程路小子被大石头砸了。”陈小娟见他跑远了，也撒丫子往自家里跑去。她得赶紧告诉周翠花，出了这档子事，王有平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嘴巴，别人有点啥事让他知道，不出半天就能给嚷嚷的村里人尽皆知。王大嘴，咋了这事？你不知道，宝丫那孩子竟然是个灾星，他跟云家程路小子一起上山，结果程路小子就被大石头给砸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听小坚那丫头说，整个人都给压在地下了，估计这腿是要废了。哎呦，那可不得了，程路才12吧。王氏越传越广，村里知道的人越来越多，也传得越来越离谱。宝丫那灾星，害得云城路被山上的大石头砸死了。赵芝兰正坐在堂屋边草席，就听见后门口周翠花叉着腰在那喊宝丫是灾星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赵老太，你可赶紧去山上看看吧，你跑快点，没准程路小子还能剩口气。我看你个不安好心的，闭嘴吧你！你一个洗泥子化成灰了，我家程路都不会洗。悠悠，你当我骗你了？这可是我家小娟说的，她刚从山上下来，不信拉倒。到时候你别把宝丫那灾星给我家送回来就成。滚开，别挡我家门口，晦气！赵芝兰说完，就赶紧往后面虎牙山上跑。虽说她不相信周翠花的话，可也是真的担心云城路。赵芝兰刚跑到村口，就看见云家人整整齐齐都在，大媳妇王彩莲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娘，三弟妹就不该把那死丫头抱回来，这下好了，我家程路没了。你还是当娘的呢，别咒程路，人都没见呢，你嚎什么嚎？见不着了，我苦命的程路啊！一旁李荣月拉着她袖子，细声细气的安慰着。何春秀脸色惨白，眼泪哗哗往下掉，一双手抖得握都握不住。她听见程路出事，整个人都差点昏过去。都怪我，要是我早上拦着俩孩子也不至于出事。你老娘我都还没哭呢，你哭啥？都赖我，娘，不是宝丫的错，都赖我没看住俩孩子。行了，你娘我是那种人吗？那周翠花说咱宝丫是灾星，宝丫就是灾星了吗？可去他的吧！赵芝兰说完，也顾不得再安慰何春秀，叫上云家3个儿子，一起往山里找人去。村里的刘礼正也喊了几个村里壮年，跟着一起去，就剩下妇女和孩子，站在村后头等着看热闹。虎牙山上，宝丫哭着喊云城路，石头堆底下安静了一会儿，就响起了云城路的声音：“宝丫别哭，哥没事，你回去喊你爹和伯伯，让他们来搬石头，要不然哥出不来。”宝丫刚才吓坏了，哭得一抽一抽的，听见云城路让他回去喊人，转身就要跑。等等，不就是搬石头吗？我可以搬啊！宝丫昨天和今天都没有饿肚子，现在力气大着呢，于是憋足了一口气，双手抄起一块大石头就丢到了一边去，一块又一块，不一会儿功夫，宝丫就把那堆大石头搬得差不多了。云城路看着宝丫，整个人都傻了，身上的石头没了，他都没起身，使劲揉了揉眼睛，他差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。二哥，你快起来啊！宝丫看见他傻愣着看自己，还以为他被压坏了，担心的不行。二哥，你看什么呢？哥哥看你箱子没有。云城路仔仔细细把宝丫检查了一个遍，确定他没事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你跟哥说，你咋会有那么大劲儿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小时候就这样了，只要我吃饱了饭，力气就特别大。宝丫之前在陈家的时候，有一次周翠花的儿子陈成才欺负她，结果他就轻轻推了陈成才一把，
那陈成才就咣当一声摔了个大屁墩。后来他力气大的事情被周翠花发现了，周翠花就总让他干活，可是又不给饭吃，还遭周翠花嫌弃打骂。宝丫妹妹还是太傻了，这事没有别人知道吧？周婶子知道。没事，但是以后不许再让别人知道了，咱们云家人也不行。云成路说的一脸严肃，宝丫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还有别人在的时候，有力气也不许使出来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宝丫虽然不知道云成路为什么要让他这么做，但是他也愿意答应，因为二哥是绝对不会害他的。云成路看着宝丫点头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宝丫这事越少人知道越好，免得有坏心眼的人利用宝丫。还有宝丫这么大的力气，得给奶说说。云成路叮嘱完宝丫，把他身边见太奶的野山羊扒了出来，刚要带着宝丫走，就听见宝丫稚嫩的声音又叫起来：“二哥，你看这个是什么呀？”云成路循着声音一看，又惊了。就在他刚刚趴着的地方，有一堆干巴巴、浑身是网眼的小蘑菇。这不是羊肚菌吗？古代1颗羊肚菌等于1两银子，而10两银子就能娶一个媳妇。这个小姑娘不仅有50颗羊肚菌，还在山上捡了一只野山羊。宝丫啊，程路啊！宝丫，程路，听见了就应一声啊！宝丫，程路，你们在哪呢？村民们喊了好一阵子，除了山里空荡荡的回音，啥回应都没有。整个山上都有回声了，咋还没人答应呢？难不成还真让周翠花那个混婆娘说着了？老婶子，要不然咱们分开找得了，也能快点。成，那我跟大郎走这边，二郎、三郎走那边，麻烦李正跟大家伙了。嗨，这有啥麻烦的？都是一村人，有啥事情不得帮一把？哎，娘，你瞅瞅那是不是有人下来了？云三郎一喊，大家就都站住了，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就看见云成路一手抱着宝丫，另一手不知道拖个啥东西，正一步一挪的往山下走呢。妈耶，我的俩宝啊！没事，人没事就好。奶奶，云成路一看有人来接他们了，累得呼哧一声，直接坐在地上，也不走了。宝丫瞧着一大帮子的人，兴奋的直挥手。以前他在陈家可从来不受重视，只有干活的时候，陈家人才能想得起他来。傻丫头！赵芝兰急忙跑过来，一把将宝丫抱起来，又看了看云成路，见云成路除了手上擦破点皮，别处都没啥事，这悬着的心才彻底撂下了。这时候山里还有野山羊吗？钱大才一眼瞧见云成路旁边那头野山羊，眼神里全是羡慕。这么大只羊，我就说嘛，我家宝丫就是福星，上天送来我家的，准没错。三郎，你拖着这羊走回家了。都这么半天了，也不见他们下来，会不会人没了？赵老太跟山上哭得起不来了吧？你放 TMD 狗屁！你儿子才喜了，闭上你那乌鸦嘴，给你家小崽子积点德吧。呦，你激动个啥？我就说，且等着瞧吧。大嫂子、二嫂子，快看他们回来了！何春秀这一喊，围在这的所有看热闹的村民都抬头看了过去。只见赵芝兰抱着宝丫走在最前边，而后边就跟着云成路，在后面是拖着野山羊的云大郎和村民们。哎呦喂，回来了！周翠华，你瞅瞅，回来了，都回来了！不是说人都压底下了吗？咋还能没事呢？赵芝兰一众人浩浩荡荡走近了，大郎把那头羊往大家面前一放，挺胸抬头的别提多神气了。而云成路就站在他爹旁边，故意大声说：“看见没有，晚上有羊肉吃了。”这咋可能呢？周翠花看着这么老大一头肥羊，就眼热的不行。人没事，还弄来这么大一头羊来。刘礼正，这羊是你们上山打的吧？可得给大家伙分分啊！还真不是，我们大家伙半道上就碰上宝丫和程路了，俩孩子把这羊拖下来的。周翠花没话说了，瞅了站在自己旁边的陈小娟一眼，气不打一处来。臭丫头片子，嘴里没一句实话，让你踩的菜呢？踩狗肚子里去了吗？陈小娟眼泪在眼圈里打转，也不敢吱声，看着赵芝兰怀里咯咯笑着的宝丫，她更恨了。虚惊一场，今个儿麻烦大家伙了，回头家里炖了羊肉，刚才跟着李正一起上山找人的乡亲们，家家有份。这是公正话，其他只跟着看热闹的也说不出来啥。宝丫，你跟奶说实话，今天这到底是咋回事？回来的路上，云成路就悄悄跟他说了宝丫力气大搬石头的事，他也给吓了一大跳。宝丫坐在炕上，一脸天真的把事情的经过都跟赵芝兰说了。奶的大宝贝儿呀，没累着吧？来，你先别抱我，当心压坏了。咋了？宝丫小心翼翼从怀里掏出在山上扒出来的那堆羊肚菌，献宝似的给赵芝兰看。二哥说这是羊肚菌，可以卖银子的。赵芝兰其实不懂这些，只觉得这蘑菇外表坑坑洼洼，
看起来奇奇怪怪的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吃，更别说卖了。程璐啊，奶，啥事啊？这东西你说能卖钱，老婆子我见都没见过。这是我大哥说的，大哥是读书人，见多识广，他说能卖钱，那就应该没错。赵之兰的大孙子云成福在镇上叔叔念书，懂得也多，赵之兰一向很信他的话。那成，咱明天就去镇上把它卖了。程璐，你玩去吧。瞅瞅你爹你叔他们把羊弄干净没有？叫你三婶子给炖上。今天晚上咱们吃顿好的。好耶。宝丫，你听奶说，往后你可不行这样了。你还小呢，有力气也不许瞎使，累坏了该不长个了。没事，宝丫有的是劲儿。傻丫头，女娃娃就是让人疼的。家里有你爹你伯伯，还有你哥哥姐姐，那就轮到你干活了。这回是特殊情况，往后要是有啥出力气的活，可不用你干。哎呀，宝丫知道了。真是奶的傻丫头，往后在外人面前也得收着点劲儿，不能让他们发现。记住没有？记住了，以后宝丫都不随便使力气了，有啥事都先跟奶说。对，宝丫真聪明。赵之兰揉揉宝丫头上的小发揪，从糖罐子里摸出几块糖塞她手里，打发她出去玩了。真没想到啊，这小丫头不仅福运连连，还有一身的怪力气。以后得把这孩子看好了，千万不能让村里心怀不轨的给害了去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宝丫从屋里出来，嘴巴里嚼着赵之兰塞给她的一块糖，迈着小短腿走过去。三姐、四姐，哎，宝丫过来玩。云月瞥了宝丫一眼，她就把头扭开了。宝丫身上穿着她的衣裳，虽然是旧的，可她就那么2身衣裳还给了宝丫一件。哇，花姐姐好厉害，手镯好好看。哼，有什么好的？没见识，偷东西，我才不稀罕。月丫，你又闹啥脾气呢？云月不说话了，她一扭头，搬着小板凳坐到一边去了，离这俩人远远的。宝丫凭什么这么受宠啊？明明之前不是这样的。云月埋头，一边拿手指头在地上划拉，一边抹眼泪。四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别理我。四姐姐，吃糖呀，我们一起玩好不好？这是来跟我炫耀的，谁稀罕一块破糖？你烦不？四姐姐，甜不甜？四姐姐，你别哭呀，你看三姐姐给你编的手镯，好好看。宝丫说着，把花绳手镯给她系在手腕上，这样我们3个就都有了，都好看。宝丫笑得甜甜的，她是发自内心的开心。云月看着她，也哭不出来了。糖好吃，手镯也好看，宝丫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。开饭了。